来自地球深处的稀有宝石，有着媲美钻石的光线折射，在完美的刻面之下，绽放千万种闪耀姿态。 លក្ខណៈការីតំណាងត្បូងហ្នឹងគឺបដូរស៊ីខោហ្នឹងតែម្ដងបង បាទរាល់ពេលឆ្នៃត្បូងស៊ីខុននេះគឺខ្ញុំមានអារម្មណ៍ថាសប្បាយរីករាយរាល់ពេលដែលខ្ញុំធ្វើនោះដូចជាការងារសិល្បៈអញ្ចឹងធ្វើឲ្យខ្ញុំធ្វើការងារនេះដោយមិនសូវជាមានការនឿយហត់ប្រហែល ក្រុមគ្រួសារអញណាផាទីរៀលដាក់រៀលវិយមទៅរកម្មងាន់ប្រោះអង្គឲ្យអង្គគេតាមរកៅទាំងទឿទៅតាមតាថាប្រោះបាបអញ បងធម្មជាតិគឺជាជីវិតរបស់ខ្ញុំហើយនឹងអាចជួយគ្រួសារខ្ញុំហើយនឹងជួយកូនខ្ញុំដល់ថ្ងៃទៅមុខទៀត Second, improve to my life, and second, attract the people come to my tribe. I love second. 自1875年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柬埔寨就以出产有色宝石闻名。数千年前，火山活动带至地表的各色宝石是柬埔寨人的重要收入来源。位于柬埔寨东北部的腊塔纳基里省，更因丰富的宝石矿，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宝石山。腊塔纳基里临近越南和老挝。 位置偏远，从暹粒驱车需要至少8小时才能抵达。我现在来到了柬埔寨腊塔纳基里省的邦龙市，据说在这里有个非常特别的镇乡之宝，吸引了全世界的买家为它慕名而来。那它到底是什么呢？腊塔纳基里的镇乡之宝就是独特的蓝色锆石。 锆石产业是这里的主要经济命脉，单在首府邦龙市售卖锆石金饰的商店有约30家，主要客户来自泰国和越南。有意来到一家设在热闹街市里的珠宝老字号，据说这家店已经在邦龙屹立不倒13年。哇，这看得我都眼花缭乱了，这好漂亮哦！ 锆石的英文名为 zircon， 又称锆英石，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矿物之一，形成约200万年前。只有这里出产的锆石能被加工成色泽最深邃的蓝锆石，也只有这里的匠人具备提炼最高纯度锆石的技术。锆石被认为能促进良好睡眠、辟邪及增加财富和智慧。 它的坚硬度更受柬埔寨人喜爱，而在锆石原产地，柬埔寨珠宝商更赋予它独特的民间色彩。មួយនេះ2000ជា 哇，很重哎，还挺沉的。哇，好漂亮哦！而且它的设计好精致。 挂在身上，你会发现它是跟着你的整个景象的线条一路下来的，所以它的设计非常的讲究。柬埔寨人尤其喜欢华丽的设计，这条项链上就镶嵌了100颗锆石，太美了这个。请问这边是不是一般大家都喜欢比较华丽的设计啊？ ម៉ូតដែលពេញនិយមជាងគេដែលប្រជាជននៅខេត្តរតនគិរីភាគច្រើនគាត់ពាក់ហ្នឹងគឺម៉ូតហ្នឹងបងហើយនឹងម៉ូតនេះពណ៌ទឹកសមុទ្រតែម្ដង ទី2ហ្នឹងសាច់វារឹងហើយទី3ហ្នឹងពាក់ទៅដូចថាឃើញស្អាតចឹងណាបងហើយគេនិយមពាក់គ្រប់គ្នាចឹងណា 这样子全部加起来大概价值是多少钱？ ប្រហែលជា5000បង 5000块美金，你可以感觉得出来说，它这个香工本身哦，是真的相当的精致，然后很注重所有的细节。近3年来，锆石的销售量因为关闭疫情、游客锐减而明显下降。许多这样的小店转而通过网络售卖锆石，而得以生存下来。他们默默期待着游客渐渐回流的那一天到来。 在邦龙市的10家宝石专卖店之中，有一家店所售卖的锆石品质备受当地人推崇。
许多人都会到这里购买各种经过特别切割设计的裸石。辣曾经当过5年的宝石切割及设计师，15年前和太太一起创业，开设宝石店，专注售卖自己加工、设计并切割的宝石。嗨 Hi. ，Mr. La， Yes, I'm Hi, Miss how are La. you? Yeah, Hi. yeah. 请问我到底应该怎么判断锆石的价值啊？ បាទពាក់ព័ន្ធនឹងតម្លៃត្បូងគឺវានៅលើទំហំបាទទំហំកាន់តែធំតម្លៃក្នុងការ៉ាត់វាកាន់តែថ្លៃឧទាហរណ៍អានេះវា22ការ៉ាត់ 一个现在最基本的比较方式就是，如果它其他条件都一样的话，越大的当然越值钱，但同时它越大，每1克拉的价格就越高哦。好像你看这个是22克拉的，每1克拉是70块美金，而这个呢，它是9个克拉，每1个克拉呢则是40块美金。这应该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大颗的宝石。你看这一个哦，它的颜色比较深，那这算是品质比较好的。它的大小差不多都是1个克拉，那是美金10块钱1个。那你看这个颜色浅的呢，也是同样1个克拉，不过它是美金5块钱1个。不过我现在蛮好奇的，这些锆石都基本上是经过了切割然后处理的，在这里有没有还没有处理过的原石啊？ អត់ទាន់ឆ្នៃបែបនេះដែលយើងអត់ទាន់ឆ្នៃអត់ទាន់ដុតអត់ទាន់អីទាំងអស់បាទ 我还真没有想到哎，这样子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锆石，在经过高热加工了以后，可以变成这么漂亮的蓝色。点石成金的就是最重要的加工过程。在辣塔纳基里，锆石加工技术经已千锤百炼。只有这里的匠人懂得用怎样的温度从原锆石中提炼出最高纯度的蓝锆石，因此锆石都会在这里加工后才出产到他地。 ជួនកាលបើរ៉ែល្អយើងដុតបានប្រហែលជា70%តែបើរ៉ែអត់ល្អវិញវាឡើងពណ៌ខៀវដែលខៀវពណ៌ទឹកសមុទ្រហ្នឹងវាបានតិចភាគរយ 据说，只有辣塔纳基里出产的锆石能被加工至蓝色或者价值较低的黄色。អញ្ជើញធ្វើឆ្អី 哇，原来这边就是他们的工作室啊！ 辣坚信，唯有一切亲力包办，才能为顾客提供最高品质的锆石。工匠通过切割、打磨、抛光的工序，打造出特定形状和特定角度刻面的裸石。精细的切工和完美的形状，可增强宝石的颜色、净度和光泽，创造出更高价值。 目前在工作室里负责打磨的师傅 Visal 是辣的侄儿，辣将10多年的手工打磨及抛光经验都传授给了他。哎，这样就平了。我可以看到那个表面上的那个沙都出来了。 ក៏ដូចគ្នាការតែងនេះគឺយើងតែងតែដៃល្វីតែងដៃធម្មតាគឺយើងអត់មានប្រើម៉ាស៊ីនអីទាំងអស់អញ្ចឹងបាទព្រោះលក្ខណៈពងធម្មជាតិនេះបើសិនយើងធ្វើដោយម៉ាស៊ីនហ្នឹងគឺវាដាច់ត្បូងវាដាច់ពុនដាច់ពណ៌អញ្ចឹងណា 那这样子我可以试试看吗 អូខេ ？OK បាទបាទ OK បាទ 好，我希望我不会把宝石给弄坏了。我的形状现在不太好。But not balance。 អានេះសំខាន់រៀន 当他在教我做打磨的时候，他对那个石头真的是百般的呵护。我不小心如果要多磨一点点，他都赶快阻止我，感觉得出来他对此是由衷的热爱。 បាទរាល់ពេលឆ្នៃត្បូងស៊ីខុននេះគឺខ្ញុំមានអារម្មណ៍ថាសប្បាយរីករាយរាល់ពេលដែលខ្ញុំធ្វើនោះដូចជាការងារសិល្បៈអញ្ចឹងធ្វើឲ្យខ្ញុំធ្វើការងារនេះដោយមិនសូវជាមានការនឿយហត់ប្រមាណទេ
你要怎么样在看到原石的时候，就可以找得到里头它最能够呈现光彩的角度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有一个像 Mr. Lai 这样子的一位行家，又是发自内心的对此充满热忱，带着我来欣赏这颗宝石的美好。对我来说，真的是为这个璀璨的锆石再增添一份美丽的色彩。腊塔纳基里山峦起伏，大部分土地为农地，也是12个原始部落的聚居地。人口约18万4千人，占柬埔寨总人口的1%。这里有个叫做巴尔凯夫的小镇，以出产世界上最罕见及最高品质的蓝色锆石而闻名。巴尔凯夫也有寻找闪亮蓝宝石的意思。这里的土著超过一半是文盲，无法到大城市讨生活，唯有农耕自足。马卡拉是高棉坦坡族土著，正也是一名农夫。每年5月份种植木薯季节过后，就是为期5个月不适合耕田的雨季。这段期间，他必须从事其他工作为生。每天早上，他都准时出发，前往离家半小时的矿场开工。Hey, Makara? Hey, hello. Hi, hi. Okay, I'm here to follow you to work. 近20年来，越来越多像马卡拉这样的土著加入开采锆石的行列。我完全看不出来这里是一个矿场。OK，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感觉就像是一个普通的树林，但是地上有这些看得出来有很多人走过的小径。这边什么都没有，地上也没有路，四周也没有任何的告示牌或者是安全措施。在巴尔凯夫的宝石矿场，不少位于茂密的森林地区，而且还隐藏着战乱时期埋下的地雷。行走其中必须十分谨慎。我看到的是，好像有些地方是被挖过的，可是又被杂草盖住，所以我不太确定说我们一脚踩下去会不会不小心就踩到一个洞。我现在就特别小心，然后 OK， 我跟着他走过的路好了，比较安全。In front？ 哦，看到了，我看到前面矿场应该就是在这里了。你可以看到地上有洞吗？这边全部都是他们挖起来的土，高低不平的。我刚才踩了一下，我发现不是每一块土都是硬的，有些你一踩可能整个人会滑进去，所以要特别小心。哇哦 ，very deep。我不知道这到底多深哎，其实这很吓人。我就几乎看不到底哎，会危险吗？គ្រោះថ្នាក់ដើម្បីលុយយើងយកទៅទិញម្ហូបទិញបាយចាំប្រពន្ធកូនទោះបីជាគ្រោះថ្នាក់ក៏យើងហ៊ានដែរ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គ្រោះថ្នាក់គេមានតែដីធ្លាក់ដីបាក់ស្កត់ព្រួយអារម្មណ៍ដោយសារតែពេលយើងខ្លាចថ្ងៃណាមួយយើងផ្លត់ស្នៀតទៅដីធ្លាក់មកត្រូវយើងទៅដល់ពេលហ្នឹងទៅក៏គ្មានមនុស្សជួយយើងបានទេធ្លាប់ព្រោះនិយាយទៅថាមិត្តភ័ក្ដិខ្ញុំនៅខាងភូមិកណ្ដាលខេត្តគាត់ទៅជីកនៅ3ស្រុកស្លាប់2នាក់ក្នុងបានទៅ2014年7月，腊塔纳基里省就发生过这类意外。一名年仅32岁的矿工在工作时遭遇土崩，不幸被活埋。雨季期间，泥土尤其容易变得松软，让土崩更频密发生。虽然洞口有帐篷遮蔽雨水，但危机还是无处不在。我刚刚看到马克拉下去的时候，我真是心惊胆跳，因为呢，他身上没有任何的安全装置。他虽然说底下的空气是流通，但是我现在闻到的气味其实是有点难闻的，基本上就是土壤，然后在空气里面好像掺杂了一些灰的味道。我先来到另外一个洞口，现在呢这里是没有人在工作的，但同样是深不见底，所以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测一下它到底有多深。准备好了 ？OK， 我现在已经差不多看不到那个木头了。OK，
可怕！我这样看我都觉得有点恐怖。我天哪，那些矿工平常怎么爬得这么深啊？还没到。哎，到了！我来做一个记号。OK， 拉起来咯。记号在这边。当地人教我的一个方法是手臂1次、2次，然后再加上3根手指头，这样子是1米。OK， 所以这样1米、2米、4米、8米、10米，差不多11米，差不多4层楼来进行采矿的工作。而且我在这里4周看了一下，每隔一段距离就是一个洞。如果是这样子不断的挖、不断的开采的话，难保这里的土壤不会越来越松。你在地底下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上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说突然这里有任何一个部分开始坍塌了，恐怕根本来不及反应。其实除了土崩的危险，来回运在泥土的绳索也不牢靠。矿工必须小心，不让塑料桶承载过重，否则绳索断裂，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现在在看的是马卡拉在这个洞的底部工作的情况。他整个人是这样子卷缩、蹲坐在地上的，因为里面空间真的非常的小。所以在这个洞底的4周围，它其实是有一些木头像桩子一样子顶住洞的顶部。他现在开始在凿壁了，因为他现在整个人是这样跪坐在地上，然后他是这样子使力的，他这样的工作应该相当的辛苦。但现在里面唯一的照明就是他头顶上的那一盏灯，所以其实要看东西并不容易。他们在底下的时候，人是这样子用爬行着的，根本站不起来。他上来了 ，You're back。哇，真的辛苦了，相当不容易。Did you find anything? So many。你看，这些都是他刚才在底下挖出来的。我看它大小差这么多，尤其是这些小小个的。刚底下光线这么差，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可以在土壤当中找到这些出来，这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通常这样子一天下来，你大概可以赚多少钱？បាទលក់ទាំងអស់ហ្នឹងមានតែធំផងមានតែតូចផងលក់ទាំងអស់$20ព្រោះលក់ទាំងអស់ព្រោះយើងជីកមួយថ្ងៃបានប៉ុណ្ណាយើងលក់ប៉ុណ្ណឹងយើងយកចេះទុកទេព្រោះស្អែកយើងជីកយើងនៅបានម្ដងទៀតបើយើងទុកទៅយើងលក់យូរៗទៅខាត 我现在看到这些锆石，突然之间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我现在知道这份工作它的辛苦以及危险性。那同时，我在这里也看到周围有不少其他的矿工，大家之间也都相当的友善。但是我听说在这里采矿有个规矩，就是呢，每一名矿工你只能在自己的洞口采矿，不可以去到别人的洞口，不可以动别人的货。 因为你在下面找到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为了要避免大家有误会或是有纷争，那大家这个条规就要分得非常的清楚。我想这样子长期以来也帮助大家可以比较和谐的相互帮忙，然后一起工作。马卡拉当矿工，转眼已经10年光景。他每天可花上8到10个小时采矿，有时一整天都找不到任何锆石。 还好，雇佣他的宝石商人会补贴他约$5的油钱。如果运气好，找到一颗大的锆石，则可以赚取约$250。因为负担不起高额的采矿执照费，马卡拉从一开始当矿工就为宝石商人 Nun Pong 打工。បាទប៉ុណ្ណឹងឯងមិនហ្នឹងអូនណាបាទត្បូងខ្ញុំមក100អីក៏គាត់ជួយដែរជួយគីឡូ 马卡拉采集到的锆石只能卖给雇主，因此没有议价的权利，这多少也限制了他能赚到的钱。所以你今天赚了多少钱？ ថ្ងៃហ្នឹងរកបាន$80,000。所以他今天赚了$20，好像算是价钱蛮不错的。老板娘，你选这些锆石的标准是什么？
នេះដោយសារត្បូងវាមានតាមទឹកវាក្រហមចេះអាហ្នឹងទឹកហ្នឹងត្បូងស្អាតហើយវាពណ៌វាក្រហមអញ្ចឹងអូនវាពណ៌ក្រហមហ្នឹងស្អាត 所以我现在手上看到的这一颗呢，它的光比较不透，它的颜色很深，所以这代表它的品质比较好。但是如果现在我看成是这一颗的话，这个算是品质比较低的石头。除了深邃的颜色，锆石里是否有裂痕，也是买家考虑的因素。វាមានថាគេហៅត្បូងផ្ទុះត្បូងអត់ល្អបែកអស់អញ្ចឹងអូនណា 我完全抓不到的是里头有没有裂痕。我刚看了很久，我怎么知道有没有裂痕啊？光是这样看而已，不用用放大镜吗？这其实相当考功夫，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都是原石，你只能从各种各样的条件来判断说这颗石头如果拿去烧再切割的话呢，它的品质到底会不会好？如果你判断错误的话，那是要亏钱的。但我也相信很多人可能在入门的时候，应该都缴过不少学费吧。 在腊塔纳基里的锆石矿源形成于200万年之前，而近20年来的锆石开采，为聚居在这里的土著部落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也间接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面貌。有意应矿工马卡拉的邀请，来到他居住的小村庄，这里居住了约20户人家，近年来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土著们不再居住在传统的藤编房子里，处处可见更牢固的木板高脚屋。lên tè nhung OK。Hey, hello. Hello, baby. 所以我到了他家里面，见到他太太，都好可爱啊。太太。尤其是他的女儿，当他一笑起来的时候，就我的哇，心都要化了。咦，哦，抓住我的手，好可爱哟！哎呦，下雨了。 马卡拉婚后就与岳父岳母，还有妻子及自己的兄妹4户人同住一屋。他的岳父也曾是一名锆石矿工，但几年前已经退休。一家人也用采矿带来的收入搭建了更宽敞、稳固耐用的房子。然而，马卡拉的妻子却一直希望丈夫能改行。他做这样子的工作，你会不会担心？ ចឹងទីដបងហ្នឹងកាច់ដៃបាក់ដៃអីហ្នឹងច្រើនគេគ្រោះថ្នាក់ដែរបើចិត្តខ្ញុំចង់ឲ្យធ្វើការងារខែក្នុងស្រុកអីហ្នឹងស្រួលឲ្យជីដបងពិបាក 目不识丁的马卡拉只能靠出卖劳力讨生活。采矿虽危险，但他曾经找到好的锆石，一次赚了4000美金，足够一家人整年的生活费。 马卡拉今年不过27岁，他和小他1岁的妻子育有一对可爱的儿女，儿子 Seha 今年4岁，女儿 Chanta 才9个月大。我越看着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样子，我会有点揪心，因为他在采矿的时候真的是相当危险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安全绳，他是用全身的力气在那个洞口爬上爬下。 但是他在家里头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家庭，在等着他，确保他每一天都可以回家吃晚餐。刚才吃完饭的时候 ，Makara 他出来拿了3粒锆石出来给我做纪念，让我好感动，真的是礼轻情意重。Can be my earring. And this is for the ring. 因为有锆石的工业，所以让在当地许许多多的家庭，他们可以得到3餐的温饱。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这个产业接下来可以更加的发达，也许可以让当地人的收入更好，让他们更加有这个意愿和资源去多投入一些在好像绳索啊这方面的配备上，可以让这整个采矿的工作过程更加的安全。 អ
每年5月到9月份的雨季，在腊塔纳基里省的另一个乡村的土著也进行一种叫做水锆石的采矿方式。不过，采矿人全是娘子军。到了，Hello。我在村子里头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我连招呼都来不及打哦，大家就已经收好东西，说 OK 要走了。他们脚步好快，我现在还落后了呢。OK， 跟上了。妇女矿工们必须穿越村庄和郊原，步行半个小时，到距离村落约1公里的地方工作。但我刚刚一路大家也算是说说笑笑的过来，心情也都相当不错。通常这个工作你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做啊？都是你们3个人吗 ？Always you three？ 这样的工作几乎天天风雨不改，但是并不是每天都有所收获。土著们都相信一切全靠神明眷顾。好，那就希望我们今天的收成不错，走。过了刚才那片树林，我本来以为要到河边了，没想到原来前面路还这么远，而且好像昨天下过雨，那个地挺滑的，我这样子踩我都挺担心。我不知道他们穿的拖鞋是怎么走的。听到了吗？有河流的声音，表示应该快到了。我们终于到河边了耶！妇女们来到河边，快手快脚的换好了工作服，二话不说就马上开工。他们3个人真的是合作无间。现在一个人呢负责挖泥石，一个人负责搬运，一个人负责在河边洗。烈日当头，真的很辛苦。但是我发现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即使几乎是浸到泥水里面了，但是脸上几乎还是笑嘻嘻的，很认真的投入他的工作。努力在河边漂洗泥沙的 Clone 今年42岁，因为家里没有田地，因此20年来一到雨季，他都会到河边采锆石。现在5个孩子都长大了，他更是天天来河边碰运气。有时他在水里一待几乎10个小时，只有月事来临时，他才休息2天不下水。不过还是会到河边挖泥石。我看他现在在做第1轮的洗涤，所以他是先把那些比较大的岩石直接先漂出来，然后现在再把这些泥沙尽量洗掉。他坐在水里面不是因为怕热，有原因的，因为他坐在这个位置，水从那边流过来，他顺着水流的方向，然后这样子慢慢的摇，就可以利用水流把这些泥沙洗掉了。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哎。篮子在水里面，它因为有浮力的关系，所以没有那么重。那我就试试看咯。哦，好重。OK， 真的要用到水的浮力才行。这样子 ，like this， 啊 ，OK， 要抓到一点巧劲才行。可是没有水的浮力真的很难，啊，这好重。OK， 哦，要敢斜一点，把水倒出来。说什么？这找了半天就这么小一个。而且它真的漂亮，你看在阳光底下，看得出来，其实这一颗它非常的透彻。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好的锆石。好，现在我也要来试试看。这样子他也看得到哦。哇，他的眼力好好哦，你看这一堆泥沙当中，根本就看不出来这些是锆石哎。我不明白到底要从里面怎么找那些锆石呢？在我看来，所有的石头满都是一样的。我可以看到一些比较闪亮，然后表面比较光滑的，我就会自己白高兴一下，以为那个就是锆石。This yes, no。为什么有些明明就很漂亮，但它们都不是呢？但是我拿起来一问，全部都是 no， 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No, you want to see more？ 那这样看一眼就知道了没有？啊 ，big, this one big。好大一个哦，这个。
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看得出来的。原来你真的是要从里面，眼睛要很利哦，可以找得到那些几乎是半透明的，可以看到光线的那些才是真正的锆石。This one? Yes. 我找到一个了，小小个，连镜头都快拍不到的，这也太小了吧，好可怜哦，都不到1公分呢。没关系，我尽力。我发现在这里跟在矿场真的很不一样，在这里呢，能够找到像一个这样子的，就算是很大了，剩下的恐怕都是像这样子一样的小碎石。我们在这里忙了好久，现在总算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我知道他们扛了好多的东西来，我现在想看篮子里面到底有什么。这些都是你们部落里面传统的食物吗？哇，其实感觉就是比较像中餐，鸡肉香、笋香，加一点调味。我觉得他们东西挺好吃的，而且我也很饿了，所以我吃得很过瘾。是虾子，你看，闻一下。OK， 我觉得它的酸味很重。这是配饭吃吗？试试看哦。忙了一天，吃了酸酸咸咸的，配白饭，其实真的蛮开胃的。请问这个工作都是女性在做吗？男人有没有下来帮忙？បើប្រុសបងចឹងប្រុសអត់ចូលចិត្តទេគេអត់ឈើទេបានតែឆ្រៃបានធ្វើប្រុសអត់ចូលចិត្តទេជីកដបងទេបើយើងឆ្រៃអត់ចេះចោលទេបើមានគឺជីកអត់មានគឺជីករហូតអត់មានការងារធ្វើទេណា 农村妇女一般没有经济能力，更无法支付在锆石矿场工作所需的高额开采执照费。在河边开采水锆石不需付费，是他们获取额外收入的唯一方法。阿妈、阿娘、阿女、阿妈、阿女、阿女、阿娘。我也不知道我在唱什么，不过反正大家笑得很开心就对了。我发现采水锆石这个工作是不见得有回报的，但是过程肯定相当的辛苦。也许他们真的就是这样，是活在当下，也真心享受当下，乐天知命的一群人。锆石工业为土著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也让柬埔寨人更为关注土著的生活水平。不少非政府机构陆续到来，为土著提供各种职业培训，提升他们的生活和经济能力。有一家餐馆更是当中的楷模，它透过美食缩短了土著与外界的距离。在这个腊塔纳基里省的邦龙区，这里有间很特别的餐厅，它是由当地民间团体所创办的，而当中呢所售卖的可全都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美食哦。Over there is where they cook. Their kitchen. That's a kitchen. Yeah. Sorry, I couldn't tell. 我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原来厨房就在这里。哇 ，so many ingredients. 在露天厨房里，土著 Van Palm 正烹调着一道叫做 Samlo Prong 的料理，这也是游客到此必尝的一道土著菜肴。This is tumpun, indigenous, yeah, and this is mixing the chicken with the different vegetable like kriu. 他们煮的方式真的非常的传统，它是放在竹子里面哦，拿去烧。在里头慢慢烤，才可以烤出那个香味来的。Thank you。这个里面基本上有鸡的内脏，有鸡肝这些的，有长豆，有香茅这些的调味，然后剩下那个辣椒真的很强烈。这些传统民族的饮食对我来说真是很惊喜、意外的好吃。它的味道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就是咸，然后就是酸、辣、香，它的真的是很够味。味道好重，而且是辣的。
我觉得饮食文化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写个食谱这么简单，真的是需要有很多的经验，甚至加上很多对于传统的尊重，对于食材的理解，代代相传，才能够煮得出他们传统民族食物的精髓。锆石必须靠大量人力来开采，而腊塔纳基里的土著不畏惧这样艰苦的劳力工作，是这一镇乡之宝的最大幕后功臣。土著们除了发掘深埋地底下的宝，更为这个乡镇繁衍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少买家到此购买锆石的同时，也会停下脚步，欣赏这里独有的人文和风景线。We use this one when we sacrifice. We use rice wanja for sacrifice, like for wedding party, for the funeral party. That we use this is important for my tribe because, like we promise with the spirit. This is how I drink it. How's taste? How's going on? 酸酸的 ，It's very refreshing. 21年前，一群来自西方国家的老师到土著导游 Yoke 的村庄教学半年，让他有机会学习英语。为了练习英语，他开始带游客参加土著们独特的婚丧及各种祭典。后来，越来越多游客因慕名当地自然美景而来，他就此成为全职导游。I want to show them about my Ratanakri. I want to tell them about my culture and tell them the story of my tribe. 腊塔纳基里的旅游业和锆石业为土著们带来了新的收入来源，生活面貌也逐渐改变。而在部落的妇女们也有了新的工作，她们的编织品同时也可销售给游客。Wow! Hi, sorry to disturb you. Wow, so beautiful. What is this? This one's a weaving skirt. So usually would tourists be allowed to try weaving? Yeah, probably yes. I can try. Yeah. Okay. Be here. Yeah. OK， 夹在这里。你不要看它那个线好像一来一回，好像很简单一样，但是里头它所有的线是如何交叉的，大有乾坤。Is it okay? Yeah. Wait.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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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 down. Till down. Yeah. Tick tick tick. Okay. Tick tick tick. 虽然是纯手工的，但是它的设计非常非常的精致哎。我在编织的时候啊，真的是手脚并用，所以从头到尾是全身的力道都需要用到。像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技艺，我觉得到了现在，还有一些像他们这样子很少数的人愿意去进行、去保留，是一件很珍贵、很珍贵的事情。因为官病疫情，腊塔纳基里快3年没有游客到访，许多像 Yoke 这样靠旅游业生存的土著，收入几乎归零。但乐天的他们从来不放弃希望。Oh, over there? So beautiful around here. This volcano around 700,000 years ago. 亚龙火山湖是全球15大壮观火山湖之一，也是 Yoke 的部落所居住的地方。官病疫情前，他更带过许多游客到周围的雨林远足，探访湖泊周围的珍奇鸟兽。In future, I think it will be better if we still have Saigon, if we still have the good lake. My tribe, we still have our own culture. If we still have the forest, I think it's the tourists more come. If tourists no come, we will lose this place. 因为有锆石，这里有了很多的生意人进进出出，有了很多的游客。锆石真的是老天送给传统民族的一个礼物，让他们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同时也继续保留他们的传统文化。暹粒是柬埔寨第2大城市，也是游客热爱的文化都城。来自腊塔纳基里的锆石，在这里也非常受到国际买家的青睐。我知道这间首饰店的设计师在法国待过蛮长的一段时间。
我想要把腊塔纳基里的这个镇乡之宝锆石介绍给国际市场，像他这样子从海外归来的柬埔寨人，就是当中的重要桥梁。Good afternoon. Hi, hello. How are you? I'm fine. Hi. We have the raw zircon. It's a natural stone from the Ratanagiri. 你看它的设计好特别哦，它的线条都非常的现代化。这些针对国际市场的首饰设计，它的线条一般上都非常的利落。每一件单品可能只有最多1-2颗的宝石来让视觉聚焦，而且这些现代的设计师他也不见得只使用打磨过的锆石，不规则的锆石其实也相当具有个性。品牌走的主要是低调奢华路线，主要客户群来自澳洲和美国。My boss, he designed own story like the full moon and the rabbit sleep on the moon. 品牌创意总监 Lee Pisse 在法国念书及长大，他的设计概念来自大自然和四季。他以纯银打造简约风格的首饰，和传统锆石金饰的海派设计大相径庭。先例制作古城匠人文化十分兴盛，而首饰制作更受当地人欢迎。近年来，首饰工坊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一个社会企业更集合当地弱势青年，为他们提供制作及设计首饰的训练。So this is what I have. I have 2 pieces of zircon that I brought in from Ratanakiri. I'm hoping to make some jewelry, perhaps a pair of earrings with this. Yeah. Would that be possible? Yes. Okay. 友谊手上的原锆石就是矿工 Makara 馈赠给他的。他希望通过匠人导师 Annie 的巧手，将这镇乡之宝制作成可佩戴的首饰。因为我的石头的形状是不规则的，所以我们现在找各种角度，把它织一个网，把它包起来。其实我想每一颗锆石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它在未经打磨的时候，你更能够欣赏到它最原始的状态。就是要有像阿尼这样子年轻一代的柬埔寨匠人，他们通过自己独特的眼光，加上对于锆石特性的理解，才可以带出每一颗石头的特性。Is it nice? Yes, beautiful. Because you made it. Yes. 漂亮。漂亮。You actually prefer the raw ones than the processed stones. Because it look more unique. 我没有想到哦，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锆石本身的处理过程，但是呢，在一些艺术家的眼里，这些天然的原石反而更具特色。对热爱天然矿石的 Annie 来说，来自腊塔纳基里这座宝石山的锆石更是别具意义。ខ្ញុំចូលចិត្ត gemstone ហើយមួយទៀតវាជាប្រភេទថ្មដែលមកពីខាងខេត្តរតនគិរីហើយមួយទៀតដោយសារតាសមាជិកគ្រួសារខ្ញុំគាត់ជាអ្នករកត្បូងនៅទីនោះនៅតំបន់នោះគឺជាតំបន់ដែលបង្កើតត្បូងគ្រប់ប្រភេទជាប្រភេទថ្មដែលធម្មជាតិដែលមាននៅក្នុងប្រទេសកម្ពុជាស្រាប់ 如果能够让锆石的设计也随着这个时代不断的蜕变，让新一代的年轻人都能够体会它的美好，我想这也就能够赋予锆石这个镇乡之宝一个更重要的使命。我这次这个镇乡之宝的锆石之旅，看完了整个产业链之后，其实我的心情是挺复杂的。一开始我也是被锆石的璀璨所吸引 ，This one。但是当我看到矿工身上的泥土，他们挥洒的汗水，他们可能辛苦了一整天，可能甚至是置身险境，都有可能一无所获。我就突然觉得说，这个璀璨宝石的背后，其实承载的是许许多多的人对于未来的期许，而且不只是矿工，还包括了我所遇到的商人，以及来自不同世代的设计师，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能力为这个产业做出贡献。可见腊塔纳基里的这个镇乡之宝锆石，可以说是紧紧连接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